我们不是要去血魂林吗？为何要来这儿啊？我想，我知道凶手是谁了。凶手是谁啊？知道了也不说一声。怎么神神秘秘的？哎，阿软，你不好奇吗？我师父说，做人不能太为难自己，想不通的事情就不要想。哎，包公子回来了。哎，东西呢？我等已将其寻回，学生先安置妥当。待将军用过饭后，我们一验便知。也好。本少侠已在此攻活多时了。包拯，你说他就是幕后真凶？回将军，正是。好，除非你有凭空消失的本领，否则就乖乖束手就擒吧。你如实招来，你为什么要害死我娘？沈公子，真的是你？我故意说那枚指环可验明凶手真身，便料想你会提前动身劫取证物。如此粗陋的陷阱，复杂还是粗陋，管用就行。这陷阱对别人来说未必管用，你却一定会上当。这是为什么呀？我们所有人之所以在这儿，都是他一手谋划。虽说一切并非天衣无缝，但至少短时间内不会露出破绽。但就在一切即将完美落幕之时，却突然出现一件超出他掌控的事。白骨指环极有可能令他的谋划功亏一篑，终是让他忍不住铤而走险。他一手策划？等等，你先说清此人到底是谁，他为何要连杀数人？沈寒曾在无意中念过2句诗：“江村摇落赞逢秋，旷世闻君独远游。”江村摇落赞逢秋，旷世闻君独远游。而这句诗的后4句正是：“书尘寒雁云边影，梦绕清源月下愁。念我故人劳碌久，不如头老卧沧州。”他的秘密尽在这几句诗里。什么意思？若将这4句诗变换曲解，便是沈寒雁疏影，圆梦绕月愁。我念故人久，
老布卧沧州。只有沈寒2个字听得懂，其他都没听明白。晏殊及书信在此案中可指匿名信。袁，便是家在沧州的翰林学士袁大人，包拯额间挂月即是月。简而言之，他寄匿名信的目的，便是引包拯去解开袁大人被杀一案。学生斗胆猜测，沈寒应该正是袁大人的公子吧？他曾一心念着抢亲，只不过他想抢的亲并不是亲事，而是父亲。好，仅凭4句诗就想将我定罪，这未免也太牵强了吧？沈公子稍安勿躁，正话才刚刚开始。自我入住无极客栈之后，共收凶手6封匿名信。沈寒虽谨小慎微地掩藏自己的笔迹，但他却在给何二题字时暴露真迹。这2幅字虽看似不同，但都骨力坚挺，颇有神采。转折收尾处，锋芒毕露，实为一人所书。可是他既有心杀人，却又引你们过来破案，岂不是很矛盾吗？因为他需要有人出面查出20年前的一桩旧事，揭开杜贤的真面目，还枉死者一个公道。什么真面目？他之所以连环作案，一方面是为了替袁大人报仇，另一方面就是要将丹峰白鹿组织一网打尽。20年前，杜贤联合胡掌柜、孟达亨与水仪，背信弃主，取代媚丹峰成为暗杀组织的头目。此后，他又集合了无涯和江玉湖，以血魂灵为据点，行荼毒之事。不可能，我娘怎么可能会是暗杀组织的人？其实水仪本是同谋，曾进行暗杀之事。他正是20年前闻名江湖的滴水观音。无涯遇害时，他和你在一起，他的死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早在我等踏入血魂林之前，你已将赏金榜的事透露给了无涯。无涯为了查出发榜之人，便伪装成我，捷足先登到达客栈，却不料中了你的圈套。沈兄，包兄，我刚刚看到包兄还在河边，怎么一眨眼的功夫在我前面回来了？啊，在下一直在客栈，并未去过什么河边。那就奇怪了，我方才看到一个长得和包兄一模一样的书生正往客栈走来，莫非是我看错了？可他就叫包拯啊！包拯？是啊，天底下只有一个头顶月牙的包拯啊，所以一定是我看错了。对，看错了。
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？杜贤遇害时，我刚回房间，如何能异地杀人？对啊，杜大人被杀的前一刻，我们正在回廊闲聊，他既未去过杜大人的房间，也没有作案时间啊。小兄弟，哎，都看谁呢？我没有，你又喝多了吧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，你个小孩，你懂什么呀？而且我明明看到，他是在我之前进入杜贤房间。当时惨叫声响彻客栈之时，杜大人已经被凶手杀害了。沈寒率先进入杜大人房间，一来是为了排除嫌疑，二来是为了混淆案发房间中弥漫的酒气。其实你杀死杜大人的方式很简单，只用了一个黄胖、一根细绳和封魂白骨砂。他要换房间，也不是因为怕鬼，而是为了便于杀杜大人。记住，取你性命的不是我，也不是封魂白骨砂，而是媚丹峰。之后，沈寒从房中出来，看似与展昭闲聊，实则是为了给自己制造不在场的证明。我们从杜大人房间中听到的那声鬼嚎，正是萧壮黄胖发出的声音。那东西叫是能叫，可即使被砸坏了，还是会有残留物落在案发现场。阿软，把你那个黄胖给我。南姐姐呢？南妹妹人不见了，不见了。啊，这好像是我在杜大人房里捡到的那根红绳。这个黄胖早已经坏了，但其中装置仍然可以发声。那天我在检查尸体的时候，沈寒先检查了地上的茶水。
是茶水，不是酒水，小心有毒！客栈之中有黄胖的也不止我一人啊！就算是我先行检查了地上的茶水，也不能证明就是我取走了黄胖的残物啊！况且，凡是身手敏捷者，皆可进入杜大人的房间。不错，黄胖易得，但细绳难寻。那根牵动黄胖的绳子，唯你独有。那根我用来戏弄公孙策的细绳，正是沈寒的作案工具。正是，你用细绳将我绊倒后，误打误撞地暴露了作案的工具，但很快就被沈寒看在了眼里。我去拿药箱，惩治胡掌柜。我和你一起。哼，你，哼！南姑娘，这绳子你还要吗？后来，当我们去询问胡掌柜细绳的主人时，又被住在胡掌柜房间上一层的沈寒听进了耳中。他们住在上下层，应该听不见吧？若是有心，怎会听不见？事后我们在沈寒房中，当要为他清洗茶杯时，我发现有一只杯子的眼口是脏的。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用茶杯传声。不错。对了，沈公子的茶具要重新洗过，法子问清明便可。啊，好的，包公子。所以胡掌柜早就想起那根细绳是从沈寒房里捡到的，并勒索沈寒。其实区区一根绳子，并不能证明谁一定就是杀人凶手。但假如胡掌柜嚷嚷出去，我们的目光被吸引到他身上，由此顺藤摸瓜，恐怕很快就能查出真相。于是沈寒先假装答应给胡掌柜一笔钱，并和他约定在酒窖见面，随后将其杀害。胡掌柜，你总算来了，钱呢？你放心，我拿了钱就走，绝不饶你好事。我这人向来说话算话，钱多的是，回头收你！如果是我杀了胡掌柜，必会知道酒中已掺了风魂白骨砂，何必明知故也，自取灭亡呢？人不受害，受害必真。你若是不施苦肉计，又怎能将自己置身事外呢？你明明知道那是毒酒，却偏偏将其饮下，以致毒发。不疯魔不成活，唐哉黄哉，你要的就是一个荒唐。凡是中了风魂白骨砂的人，非疯即傻，为何他现在的神智依然清醒？那是因为，在他饮下毒酒之前，早已木药欲自救。若不是我和展昭走错了房间，恐怕也不会赶巧钻了这个空子。公孙大哥，鬼头鬼脑偷窥人家沐浴干嘛？你就不怕长针眼啊？我是来找公孙大哥的，谁成想你在这血洗啊你！这是驱邪避鬼的神玉，灵着呢，你找人一边找去。我已检查过残留的药汁，虽不能驱除剧毒，它却可以清神醒脑。他为了让我们相信他已中毒，故意向我们露出伤臂，看似无意，却有意。啊！一夜之间，已经长出这么标致的胡子了。这是在下向穆夫人要的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爷们儿？哎，
胡掌柜死后，他假扮疯癫之状，逼何二进入地窖，让我们发现了与凌云有关的熔炉，同时又引我们识获了开启迷迭香的秘药。我那时已然昏厥，如何确保你们不是向九教原路返回，而是一反其道，从偏门寻获毒药？此前上官将军听见胡掌柜和水姨在教中密谈，你只要将口风透给水姨，水姨定会为了自保，用黄风杖堵住我们的来路。不好！黄风杖。只是他尚不知晓，孟达亨死后，他将丧命于九教之下。如果凶手不是江玉湖，那水姨生前为什么要念胡字啊？那时水姨气息奄奄，念不出子字，只能念出胡须的胡。其实他想告诉我们，凶手是留有髭须的人，而此人正是沈寒。他料到水姨等人会破解白骨指环的谜团，于是先将江玉湖引向血魂林。随后，趁水姨潜入地窖时，掠杀夺命。当时何二只顾着寻找江玉湖，却忽视沈寒也不在房中。地水观音。沈寒对每个死者的脾性都了如指掌。孟达亨心中有鬼且胆子小，他故意用媚丹峰来刺激孟达亨走为上计，水路不通，便笃定孟达亨会逃往血魂林中，随后触击落井。魑魅未解，丹枫意。魂归白鹿，无终极。他又将同样的法子用在了江玉湖身上。江玉湖有前车之鉴，便逃进了獠牙蝙蝠出没的山林中。他先被风魂白骨鲨袭击，本已奄奄一息，而后又被南天竺出手所伤。待他逃进山洞，终于气绝而亡。我们曾在山洞里发现了不少蝙蝠尸体，却只遇见过一只蝙蝠，所以我推测，那儿原来有不少蝙蝠。但最近沈寒为了在血魂林布设陷阱，几乎将它们清空了。我们住的房间也不是真闹鬼吧？那声音是怎么回事？
这家客栈确有闹鬼传闻，所以沈寒以此为借口和公孙策换房间。即便被戳穿，他也大可说是听差了而已。而我们房间的闹鬼声音，则源于楼下迷迭香机关的兽头。什么意思啊？兽头后方的墙体一直延伸到杜贤的房间，而沈寒窗外的附近处却恰巧有不少踩踏的痕迹。实际上，近几日他应该是一直趁人不备，往返于他和杜贤的房中。我们听见的闹鬼声，正是他布置迷迭香机关时发出的声音。1个月前，胡掌柜曾重修客栈，我想你应该就是在那时混进客栈，将机关打通的吧？一切尽是你的猜测，侃侃而谈中无一样铁证。沈公子忘了，你身上的滴水诀就是如山铁证，它既能救你，也能害你。马上将滴水诀呈给本将军，免得临了了再落得你父亲的下场。呈给你？休想！如果你有一点良心，就把滴水诀交出来，救南姐姐一命。我就算死，也要为我娘报仇，让你血债血偿。能点！我就知道你没这个本事。他们不是要杀了南姐姐？哎！南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感觉如何？现在好多了。在我们过湖的船舶，原本是你的人。你明明能在得到滴水诀以后逃之夭夭，却终是留在这没走。我若走了，有谁救南姑娘？飞蛾扑火时，不见得不知道前方是火还是光。其实后果如何，他都知道。你何必因为敌人燃起了一把火，也要将自己烧死？因为我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复仇，也要永远不再有。其实我不相信你入去，但谁料你破了一桩朝廷大案，我一向自诩聪明，怎么舍得放过你？还好，你终究没有让我失望。袁大人和杜大人究竟有什么瓜葛？家父已查出丹峰白鹿将有一场暗杀百人的行动。家父为了搜集杜贤的罪证，违心与他交好。只是那时我尚未预料，我见杜贤第一面，也是见家父最后一面。一点心意。哎呀，您客气了。您放心，这件事啊，我一定给您办好。
那本官就告辞了。大人慢走。让你好生在房间里待着，你又来正厅做什么？1年未见，竟不知您与杜贤过从甚密，相交甚好。为夫之事，无需由你来指挥。我乏了，你也回房歇着吧。您一向不屑于狐鼠之徒，他这点假仁假义就把您打动了。与庞太师的人互通一气，您无异于与虎谋皮呀！您就不怕他日为虎所食，骑鬼为娼吗？完了你了！读了几页圣贤书，竟敢教训起老子来了！你知道那外面的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吗？天地无穷，人命有终。圣贤度量，得为道中。反其道而行之者，只怕自取其祸，不得善终啊，父亲。好了，学业为重，明天你就启程去泸州吧。没有什么事，不要回来了。这么多年，您一点也没变。无论何时何事，您从不屑与我坦诚相见。您放心，我今晚就走。从此以后，再也不管您的事了。那晚一别，我们父子再未相见。后来，在他的遗物中，发现了丹峰白露的秘密和媚丹峰的画像，便趁胡掌柜重修客栈时，乔装成木客混入其中。最终，在熔炉里捡到了他的瓷环。父亲，后来我在熔炉的机关里发现了封魂白骨砂，终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，家父未成之事，却让我给做成了。还是我厉害吧。猛虎抚育幼崽，待到第2年时，为了能让幼虎自食其力，母虎便会将孩子赶走。即便来日再相见，也多半形同陌路，难再相认。每个父母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爱着自己的孩子。袁大人对你如此决绝，必是料到自己将凶多吉少。对于一个父亲而言，最大的恐惧，并不是死亡，而是看着孩子步入自己的后尘。你用如此极端的方式报仇除恶，自认为完成了他的遗愿，但这也正是他的遗憾。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袁大人将一切都藏在心里，就是为了让你心无挂碍地走你自己的路。他看似守口如瓶，却一直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。师兄，沈公子，
师兄，师公子，此前能救人一命，我可以安心的与家父重聚了。我宁愿你从来没有来过这儿，那样你就不会死了。这行没有牺牲，就没有救赎。我很庆幸我来过，棋逢对手，也能留个不凡的结局了。能成为对手的，一定也是知己。我听说，人会死3次。第一次，气息终止，此为身死；第二次，入殓出殡，此为寂灭；第三次，无人记得，此为魂亡。人固有一死，但只有被遗忘，才是真正的死亡。如果我这辈子能有些值得记住的时刻，我希望能与你们有关。记忆里，我们会一如初见。我真想换个身份，与你们重来一遍。石公子，龙吟虎啸真非是，雾散云飞似雨奔。我们总算离开这儿了。昨晚我和阿策商量好了，决定先去帮阿阮寻找生身父母，再去京城。多谢你们。你父母在哪儿？看我奶娘的留信上说，是一个叫空寂岭的地方，只知道是通往京城，却不知具体在何处。不过南妹妹你见多识广，有你在就不愁找不见了。我行道多年，我娘又曾是丹峰白露的人，若与你们随行，我总觉得不妥。过去只是一段经历，何必让它成为自己的负担？往后多行好事才是不二法门。我们今日能再见，多么难得啊！包公子，包公子，你等等我！哎呀，亏得你们腿脚慢，可算是让我逮着了。看你大包小包的，不会要赖上我们吧？瞧把你吓的！这些啊，是我送给包公子的礼物。打今日起，二就不能照顾您了，您带上这些，这样就不怕饿着、渴着、热着、冻着了。多谢。胡掌柜已逝，你有什么打算啊？孟夫人已经把这客栈接管了，她准备大刀阔斧的重修客栈，等再雇上一些小二，我马上就升为首席店小二了。这里若能焕然一新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那我们就告辞了，保重。包公子，我在这儿等着您考上状元，望来日咱们有欢喜相见。好，保重。你们一定要回来啊！
没走错路吧？这也太荒凉了，看上去完全不像有人烟的样子。是这个方向啊，没走错。我们已经打听了不少人，却无一人知晓，是不是不在这附近啊？您大娘离开空寂岭，少则10几年，多则20几年，这其中发生何变故，都未可知。也有可能。我们若是找不到空寂岭，那该如何与公孙大哥会合啊？公孙策既然要去恩师家探病，估计还要再耽搁些时日呢。倒也未必。公孙策之前说过，他师父的病一见好转，便会立刻来与我们会合。算起来，也就在这2日了。而且阿策暂居之处离此地并不远，待我们落脚之后，便立即写封信给他。说不定咱们明日就可以见到公孙大哥了。哎，有人来了。这位老伯，您可知还有多远才到空寂岭吗？空寂岭？此处没有空寂岭，只有破灵阵。过了那座桥便是。破灵阵，这名字听着忒怪。难道空寂岭就是破灵阵？离这儿方圆10里左右还有2个镇子，你们听老夫一句劝，还是去别处歇脚吧。破灵阵就别去了。为什么不能去？老朽听说，每年的今日，破灵阵都有猫灵现身。此妖名为破红魔，以食肉沁血为生。哎呀！听老夫一句劝，千万别去破灵阵呐！那镇子上的人怎么没事啊？怎么没事？要没事，镇上的人怎会如此稀少？这里岂能如此荒凉？而且我还听说啊，陌生人更易招猫灵。这天已经黑了，听我的。记住，有灵来，猫灵至，命贵稀呀！多谢老伯。记住我说的。咱们还去吗？要我说，这镇子里肯定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，说不定真的能查到2人姐姐的身世呢。唉，这下好了，刚从一个坑里爬出来，又要跳进另外一个坑里。事已至此，便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闯一闯。我们先过去看看吧。破灵阵，
包大哥，这桥上有字。奈何桥上过，永别忘川河。前去黄泉路，尽头会猫魔。尽头会猫魔，这首诗听起来阴森森的，像是在说一旦过了桥，就有去无回。人家好怕呀！好不容易从血魂岭捡回一条命，人家还不想死呢。所谓鬼神传言，不过是别有用心之人故意为之。既然是人为，那就必然有应对的办法，大可不必惊慌。就是。你们还是不要进去了，不管是人是妖，总之是个麻烦。打探个消息而已，没必要拖这么多人下水。我先入阵，你们去别处借宿一晚。不行，君子义以为质。若今日我临危之际弃朋友而不顾，他日我还有何面目见人？就是我南天竺虽然贪生怕死，可也不是那没有道义的人。今日谁若拦着我过桥，谁就是看不起我。我倒要看看前头到底是什么魔窟妖洞。切记，要小心为上。包大哥，这该不会就是妖灵吧？铃声越来越响，越听越像是不祥之兆啊！敢问阁下是何人？在下是进京赶考的学子，我等途经贵地，想在此地借宿一晚，恳请阁下行个方便。既从阳世来，莫行阴间路。此地已无魏王人，只有幽灵种。敢问阁下是破灵阵的人吗？本魔生是空寂岭的人，死是空寂岭的鬼。空寂岭。
他是猫灵。我们刚入阵，它就出现了，太怪了。真妖怪才不装腔作势，他这故弄玄虚的劲儿，都有失妖界的体面。阿软姐姐说的是，战战青天，何来幽灵之说？要我看，他分明是假扮猫灵，使的都是江湖术士的把戏。看招！人呢？那是什么？像是镇子里的通行令。那猫脸人应该就是老伯说的破红魔，他像是在警告我们不得入阵。这看来阵中定藏玄机。既是警告，那就不足为惧。咱们还是趁夜深前赶快进阵吧。但是那位老伯明明说这里是破灵阵，可刚才那个猫脸人却说此地皆是枯坟野冢，而且他好像和空寂岭还颇有渊源。看他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，该不会是冤魂吧？说来说去，这破灵阵和空寂岭一定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。快看看我脖子！蝎子，阿哲，你没事吧？只是有点痒，没蛰到。这蝎子外形非比寻常，难辨毒性，不可大意。奇怪，怎么会有蝎子呢？哎，包大哥，你看。小女子司徒莫心，乃族长之女，敢问诸位可是想在镇上借宿？正是。镇上不得留宿外人，这是规矩，诸位请回吧。其实我们并不算外人，而是破灵镇的故人。这有贵镇的竹牌为证。既然如此，那诸位就请随我来吧。多谢姑娘。咱们快点走啊！请。
几位先在此等候，容我前去通禀一声。那便有劳姑娘了。听她这口气，一点都不像族长家的女儿，反而像是这里的丫鬟。这一路过来，整个镇子都空落落的，感觉好诡异啊！诸位进来吧。多谢。这是我爹娘。见过司徒族长。司徒夫人。不必多礼，都请坐吧。爹娘，这是我姐姐司徒多罗。见过多罗姑娘。这位小哥哥长得好生可爱啊！姑娘，怕不是对可爱有什么误解吧？口无遮拦。多罗还是个孩子，你凶他作甚？娘，不瞒公子，多罗曾有一位青梅竹马的故友，你与那人长得颇有几分相似，只可惜他离镇多年，一直不曾归来。娘，你就惯着他吧。听说你们有一枚本镇的竹牌。看青天在上，大道苍茫，怀一份信念，志在四方。说少年轻狂，却偏爱去闯，一路妖魔，又能怎样？揭开迷离的真相，盘根错节的过往，断案何须要公堂？铁面丹青也有儿女情长，曲折离奇，我便步步推理，难情难断，我有清醒逻辑。朗朗乾坤，狂争着朝纲，不负权贵势力纲常。花花世界，无欲则刚，却是大宝不